病情好转与恶化的辨别，主要是通过观察体力强弱而定。不言而喻，治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命，其次才是解除症状。而体力不仅可反映热能状况，也是身体免疫力、自愈力的代名词，更是生命力的象征。故研判病情或治疗疾病，改善体力远比改善症状更为重要。也就是经治疗后，不论症状有无改善，如见体力渐渐充足，则属好转现象，最后必可化险为夷，脱离病苦。反之，如症状虽减轻，甚至消失，但体力却衰退，则非佳兆，需提防病情突然恶化。所以我们要看病情的好转与恶化，主要是观察什么而定？体力而定，这个很重要。为什么说是体力呢？我们下面就有讲，体力也是治愈力、修复力的一个代名词，那也是一个生命力的象征。治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症状，还是为了保命？有没有人不要命，只要症状好的？你们别笑哈，很多人是喜欢症状好，他死了都没关系的，这个在临床上很容易遇见了。比如肿瘤，你长肿瘤，那西医说，这个肿瘤要开刀，开刀要不要签名？要啊，要签名。签名代表什么意思？表示这个有风险，万一割了挂了，那也不能怪医院，不能怪医师，对不对？但医师有一个责任，他一定把你的肿瘤割得干干净净的，这一点他们能做到，但不一定把握你走进来能够走得出去。有可能怎么样？躺着出去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啊，要不然就不用签啦，就是有这种风险嘛。所以我们临床上也常常看到这样，手术割了很成功，结果病人体力一下子变得很糟。体力变糟就是热能严重耗损哦。那热能不够的严重一点会怎么样？挂了。我们前面有讲，症状是不会死人的，但真正会死人的是严重热能不足，也就是体力热能耗尽，体力不支才会死。那我也看过很多手术，结果一个礼拜就挂了。那西医对这样的结果，他们的讲法是，其实也是讲得很明确。他常常讲，手术成功，只是病人走了。他们还是认为成功的。那为什么他们认为成功？因为你来的时候，你的目标很清楚，就是把肿瘤割掉。那他的目标就是解决肿瘤，那他的目标也很清楚，我不保证你能活得回去。这个也是，所以你要签名嘛。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手术成功，只是病人走了。但问题，你们能接受这样吗？不能啊。但是你们为什么又要签名呢？你们签名的意思就是，反正你就是无论如何把我肿瘤割了，反正我死都不会去跟你有什么任何瓜葛，是不是？我死了也不会去跟你什么纠缠，都不会的。所以你才签了嘛。那结果也真的是这样。那这样的案例多到不行啊！我看很多化疗也是都要签名的。那化疗结果呢？肿瘤是缩小了，结果呢，体力越来越稀，也许半年、1年左右，病人就不堪这个毒药的残害，结果就奄奄一息了。那奄奄一息，西医还是会拿那些影像跟他讲：“你化疗之后，你肿瘤缩小了。”结果那时候病人已经怎么样？吃不下饭，皮包骨了，然后还勉强挤出一丝的微笑，还要感谢医生。把肿瘤变小了，然后隔不了几天就挂了。那这个在西医的结论也是化疗成功，只是病人走了。所以你们进医院，你们一定要拿稳，你们到底是治病而去，还是为了保命而去？
我想问清楚的，你们去医院的目的是想解决症状，还是要活命而去的？有没有人不要命，只要症状好的？我再问一次，有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不要命，只要症状好的，没有啦，这是你们说。但是你们在这里好像表达跟去医院表达就截然不一样。你们到底哪个态度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？来这里突然间清醒了是吗？还是那去医院突然懵了就随便签了吗？好，如果你们是真的，那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共同的点。我认为治病的目的，当然先保命了，命都保不住，你解决症状又有什么用？人都挂了嘛。就像前面那一个，你看，他已经颅内手术有没有？结果医师怎么讲？哎呀，他现在一句一句只变成一句一句，然后半身瘫痪，只能躺在床上。他还是认为他的手术是什么？手术成功，只是病人要像小孩子讲话一样，那这个还算小事啊。万一到生命，他也是这样讲。所以你要了解，西医处理的是你的异常，而症状不是他的重点，那生命更不能保证了。这个你一定要了解。那好，如果你们确定你们治病的目的是为了活命，那观察一定要观察什么？体力，而非观察症状。因为体力是反映热能嘛，那热能是影响你生命力的动力嘛。我说如果没有电力，那你组织设备能不能运转？当然不行。所以要活命，一定要看热能，也就是体力。如果没有体力，你显然是活不了。好，那我们症状的好转，或是体力的好转，显然。如果在你们来看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如果你们是为了保命，那体力；如果是不要命，只要症状好，那就是以症状为主。好，那如果你们是保命，那很显然就是观察体力好转与否。但是一般人，我这样轻松的讲给你们听，你们是听懂了吗？懂了。如果我不讲，我不相信你们懂。因为我看过太多的案例，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卵巢癌患者，那他手术也化疗，结果1年之后他又转移了，然后去找医师，然后医师说：“哎呀，还是要重来一次。”那患者能不能接受？不能接受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当时这1年来很痛苦啊，手术然后化疗，人奄奄一息啊。”他说。好，如果我再配合你一次，你能不能保证我从此不再复发？他提出这一句话，医师敢不敢回答？不敢。我相信你问100个医师，没有一个会敢保证你不再复发的。那就显然这已经暗示什么意思呢？显然就是手术化疗后必然会复发。反过来不就是印证了这样？如果有这样做好，他们应该讲啊，但是没有啊，都一定会。好，所以患者到最后听一听，既然不能保证，也就不要了。然后就找到我朋友，那来的时候癌指数已经100多了，然后我朋友就用原始点帮他处理，结果处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去检查了，检查癌指数竟然从100多飙到1800，那患者紧不紧张？当然紧张啊，就来找我朋友了，然后问了个明白。我朋友就问一句话：“你体力好不好？”他说好，那他说好就没有关系，继续用。他想一想，对啊，体力好也没有什么事，好吧，那就继续用原始点。那在1个多月又去检查了，这次检查竟然从1800飙到3800，我患者更紧张了。那来了。我朋友还是问他一句话：“那你人感觉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奇怪呢，癌指数一直飙，但是体力越来越好，然后饭也吃得下，觉也睡得稳，还长了肉，然后去公园还可以做一些运动、体操啊，然后跟人家交谈。
活得像正常人没有两样，也就不像病人。可是很怪啊，那个癌指数为什么飙到那么高？那我朋友听到这样就安心了，就安慰他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反正你已经飙到3800了，已经够高了。你要了解，世上所有的事情，物极都会必反。你高到这么高，就是准备要荡下来，所以他就送他一句话，他说：你终将否极泰来，可以回去了。”哎，这位病人一听也有道理啊，都高到这样了，那体力又越来越好，那自然应该会降下来才对啊。好，再等一段时间，他又去检查，这一次不但没有荡下来，而且这一次飙到7600。哇，这下子连他大女儿都受不了了，说：哇，哪有一个医师从100多到7600的？这个医师肯定是不行，要换。哎，结果其他弟妹不同意，理由是因为他妈妈给第一个医师的时候，每天就像病人奄奄一息；给第二个医师，虽然癌指数一直飙，但活个像正常人，因为体力也好，也没有症，也没有壮，那所以算一个健康人。所以他觉得妈妈应该这样活才是对的，啊！最后这个患者又回到我朋友这里了。那我朋友还是很努力的用原始点帮他处理，结果最后一次经过第7个月的时候，他去检查，不但没有否极泰来，物极必反，结果癌指数飙到天外天，12000。这下子好了，大姐又说话了，这下子都不要讨论，换医师。哪有一个医师从100多一路治到10000多的？他从来也没有看过这种医师。所以他不能再忍受了。好，那家人就讨论了，要不然就换嘛。那前面也是西医，第二个也是西医，那要不然我们找个中医。那中医一看到他妈妈这样，体力还不错，然后就说那个癌指数会飙到那么高，就是热毒。然后结果开出的全部寒凉，结果一吃了，从此之后每一天活得无精打采。奄奄一息，这样经过2个月之后，竟然便秘，连大便也拉不出来。那中医看到这种情形，就说：“哎，我就说嘛，癌就是热毒，他现在连大便都拉不出来，那个就是上火了。”所以就用像承气汤之类的，像大黄芒硝，就泻下之药，一泻，哇，完了，本来已经无精打采，这一泻怎么样？连双腿都无力，走路都变困难了。他家人一看，那不就快挂了吗？我才惊觉这个中医也不行，哇，那惨了！家人又开始讨论了。那这个前面西医也不行，中医也不行，那我们应该再找哪种医师啊？最后大家商量之后，要不然轮流好了，再轮到第一个医师好了。好，那就回到第一个医师。第一个医师说：“好，那回来癌指数还是那么高，那我们就直接化疗吧，也不用再说了。”那再经过2个月的化疗，他妈妈就挂了。所以等于在我朋友那里7个月，活得像健康的人，没有症状啊，体力好得不得了。结果经过中医还有西医5个月的加工，就把他送到西方去了。那办完后事之后，他家人开始不断的反思这个过程。终于有一个人来感激我的朋友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生命是不能重来的，那生命也只能有一个选择，因为当时候也有人说西医好，也有人说中医好，那各种处理方法都有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个好。但现在看来，只有你处理的是让我妈妈每天活得像健康的人。”好，这个故事结束了。但是你们想想看，他最后才悟到，最终是我朋友处理的情况是最好的。那如果我朋友继续处理，他癌指数一直飙，即便飙到几十万，他会不会挂掉？因为有体力就绝对死不了。死人一定没有体力的，我没有看过死人还能够活蹦乱跳的，活蹦乱跳还叫死人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体力才是最后的诊断证明嘛。
那他体力越来越好，肯定就是也离疾病越来越远。但是他们在乎的是什么？指数，而不在乎他的体力。结果这样就断送他妈妈的命了。而这样的例子多到不可胜数。我刚刚举例的癌肿瘤，你们不都是这样吗？明明化疗已经奄奄一息了，然后西医说：“哎呀，肿瘤缩小了。”你们还竟然挤出一丝的微笑，还要感谢医师。即使他已经把你送到鬼门关了，你们还要感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了解，原来好转与恶化不是看肿瘤的大小，也不是看癌指数，而是要看怎么样体力呀。没有体力稳死的嘛。那你们治病的目的是为什么？活命嘛。你们刚刚讲的，那其实离你们的目标越来越远，你们竟然不知道，多少人这样冤枉的走了，他死得不明不白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那这样你们已经听懂了吧？听懂了，我再问你们一个案例：如果你们发烧，然后吃退烧药，烧马上退，症状改善，但人变得很虚，这时候是好转还是恶化？你们已经知道了，还来得及，因为现在看你们还活蹦乱跳的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是生命最基本的判断。但多少人真的就这样不知道而冤枉着送这一条命了？其实好转恶化就是看体力，没有其他。